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南衡阳。之前我们看了很多地主大院，有豪华的，有一般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100多个房间，也有几十个房间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地主大院呢，不同凡响，它单单用来居住的卧室就达到360多间，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。我们都说中国古代一个封建王朝也才200多年，从这里也能够想象出来这个富人家呀。这个家族实力的雄厚。春天来了，看看都是油菜花呀。来到湖南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，很漂亮啊。春天是欣赏油菜花的好季节。现在我们就来这个地主大院里面看看，房屋太多了，估计都可能走不完，只能挑一些有代表性的看一看。全是这种青砖呢。这座古老的李家明基大院建于明朝弘治时期，就公元1498年，是一个叫做李文静人所建立的。按照他们的宗谱记载，在元末明初的时候，李文静的祖先呢，就由于兵荒与灾荒啊，他就携带家里的人从江西迁移到湖南来。当时他们家境贫寒呢，又是几代景况不济，100多年来。他们的家族呢几番迁徙，一直居无定所，因为条件不好嘛。到了李文静这个时候，他聪明能干，又会做生意，特别是木材生意，所以呢，他们家里呢财运想通，于是呢就富甲一方。他自负呢不忘发家，于是找人来选地方，大兴土木，构建宅院，定居于这个象牙山下面。他当时建造的房屋呢是1正2横4合院格局，因为当时他刚发家嘛，他建的房屋不会太大，只是说有一个小的大院。后面他们家族越来越繁荣，越来越好，发展的越来越快。到了清朝咸丰时期，就建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主大院，形成了占地3万多平方千米、建筑15000平方米的豪门大院。里面呢有老屋院、上院、下院、书屋、闺房等等，也就是说，它完成了由家居宅院到聚居村落的发展过程。经过差不多350年的发展建设，他们家族就建立了庞大的房屋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正屋3座横屋36栋，房间360间，大厅38间，游艇17座，还有花厅、仓库等等。现在保存下来的建筑面积有11000多平方米，占地22000多平方米。所有的建筑均是砖木结构的古屋，青石为基，青砖面地，硬山墙和马头墙等等，造型啊雄伟美观。这算是正式进入宅院里面了。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属于在下院，最后面是上院，也是最里面的。就是可能最核心的人员就居住在这里面。来到这些古老的宅院，天井是必不可少的，主要是用来建筑通风、采光、排水。雨水呢自屋檐流入天井，寓意呢财不外流，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。它这个房屋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但是之前也住了很多人，是经过修缮。这里面还有个电影院，那可能是上个世纪这里搞了一个小型电影院吧。长寿仓，看这个窗户，它是叫做黄火仓，其实也是木头做的，但是外面看起来是白色，它是制作工艺比较特殊，在木窗上包裹糯米灰浆，达到防火的目的，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，就是防火的。因为整个里面的建筑嘛是砖木结构，木头占了非常多。它这里有防火窗，还有防火墙，这里面是真的非常宽广啊。这一块以前全部是天井的，那么天井越多，就证明他们这个宅院越大。现在下面其实是有条水渠在里面的，基本他们这个水渠连接了整个他们的宅院。我们刚才说这里是属于下院，不是核心人员居住的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压房房，那当年里面可住的不是1个人，而是多个人，
可能是集体宿舍那种形式的。有一点，它这个大院跟我们平时看的其他大院有所区别。你像这个通道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很多是那个对称的，它这里不是。这里是一扇门，然后要去下面那个，你要拐个弯过去，就不是对称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墙壁挡住了，就是在那边看不到我们现在这里，因为刚才说那边属于下院嘛，丫鬟住的。那到了这边呢，人身份又有点不一样，就不能让直接丫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这里有一个门，旁边也有，那两个门一关闭，这里呢就变成一个独立的，就跟我们说皇宫宫殿，你每个院落一关的话，就变成一个独立王国、独立空间，就跟自己的家里一样的。他这里尽管说是一个地主大院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说一个人。你比方说第一代李文静，他有好几个儿子，那么他儿子长大之后，那肯定就是每一个人会住在一个院里面，就是小型的四合院。那这些门一关的话，就变成自己一家人生活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猜猜这个是干嘛的？是整个下院的堂屋。下院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整个家族里面那些下人或者劳工居住的，因为它是分下院上院。我猜想可能因为刚才看到了丫鬟房，那些还有长工房，估计都在下院呢。从这边一直过去呢，就是上院，他们千金小姐、老夫人以及他们长辈家里的核心人员可能是在上院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看看。给大家看看李家大院的导览图。它最早的就是这一块，就是那个李文静当时是建在这里，后面他们子孙后代就扩建到这一块。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下院，很多嘛，房屋很多。上院是这一块，还有小姐的闺房。上院的正屋就是堂屋，三室闺房，等一下我们就看得到。那书屋是在这边，因为这样的大家族非常重视教育，所以呢，小孩培育的在这一块。我看资料说，这附近好像还有一个绣楼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这个是他们家族的宗祠，是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。等一下我们也能够看得到。这里又是一个小型的四合院，是叫做花厅。花厅是古代建筑中较为常见的一种，是主屋的副厅，地位比偏厅要高。往往是主人会客处理事务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他们李家接待贵宾的地方，有时也可以兼做书房。以李家当时的地位，我们不难想象出这里每日宾客往来不断，就是说他们家族这么大，每天来往的人特别多。主人呢与宾客在这里畅谈各种大事情，也是商讨各种生意，或者聊聊江湖事情。一时间主客尽欢，快乐的范围充满了整个花厅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尽管说现在花厅不如从前，但是还能看得出来一些痕迹啊。像左右两边都是客房，这上面都是一些时代的痕迹啊。这些天井太多了，你看里面的通道全是用漆石铺成，可以说是青石遍地啊。防火墙。你看马头墙、防火墙，马头墙本来就有一个防火防盗的作用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，外表看起来这房屋是连在一起的，其实来到里面看到它是分开的，这是起到一个防火与隔绝的作用。这两边是有门的，如果遇到什么紧急事情，这门一关闭，里面是独立的。这里还有药房，这就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那些大家族一样的。他们比较乐于行善，就是村里啊或周边谁有个头疼，他们就会来这里看，基本上是不收取费用的。下院我们看完了，现在准备去上院看一看。整个李家大院是以山为屏状，分为上下两院，上院靠山，下院依水。两个院呢以一堵南北互坡为界，上院在坡上，坡下是为下院。就是我们在画面中看到这条道路，就是上院和下院的分界线。
我们正常看很多房屋啊，一般那个朝向是坐北朝南，但李家大院的民居大多数是大门朝北，大概是因为李家以做生意起家，商家门不宜朝南，因此有了这样的建筑格局。这里有个天气预报墙，是不是在这个墙面上能够提醒最近的天气？有可能是这样的。那到了这里有个转角，我们刚才说的花厅就在那里，接待宾客的地方。那么主人肯定是要从里面来到接待大厅，就是从这里通行。他那边是上院，主人听到有客人来了，就这里匆匆过来，哎，李兄，李兄，这样叫着啊，久等了，就是去这里会见。那么这里有一道门，接待完之后，晚上这里是要关闭的，就宾客他不能进内院嘛，除非是他们那个女眷可以来里面坐一坐。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一路都是门，就是说白天门都打开的，到了晚上这些门全部是关闭，那一重一重的保险。你如果要进到最里面，女眷他们千金小姐居住的地方，要走很多的门。所以我猜想啊，他这个大院房间这么多，窗户门窗都这么多的话，每天早上有专门的人来开门，到了晚上天黑的时候，可能有专门的人来关，一定会有这样的。在这里还能看到大夫人房，你看这里如果一关闭，包括这里一关闭，那整个这个地方是不是成了一个独立的，就不会有人来打扰。它每个房屋、每个天井、每个隔断都是这样的。这门肯定是后面经过修缮的，我们这样关一下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又看到天井了，你看这中间有一个铜钱形状的，这个叫地漏，它是设在天井当中，与暗沟相连，因为这个下面是一条排水渠，也叫做暗沟嘛。这个地方如果下再大的雨啊，雨水都不会积在这里面，就不会积水，就是通过这个地漏流出去的。在这里呢是外圆内方，这边就是上院的堂屋。堂屋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，每个大院都有堂屋的。这些窗户其实都是经过糯米浆搞的。那么这里有一条长长的巷子，同时呢把这个大院分为两部分。刚刚这个是上院，那这个大家猜是什么？女眷居住的地方。一般我们知道，在明清时期，女子是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她们是有自己的闺房。那闺房跟其他的房屋是不在一起的，或者要不就是比较隐蔽。这里一样的，它是在整个大院最深处，这一块呢全部是他们小姐的闺房。因为整个这个家族它非常庞大嘛，那自然而然女孩子可能也比较多，都是居住在这个里面。它这边有闺房，也有绣楼。闺房是用于未出阁的闺女居住的地方，那绣楼呢是他们学习娱乐的地方，不在一起啊。有些地方可能一楼弄闺房或者二楼弄绣楼，这是根据他们家里的条件来的。像这种豪门大院的话，它就会稍微不一样。中间这个是叫做游亭，整个他们家族游亭非常多啊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两边的闺房，她那些女孩子啊，不可能一直在房间里面嘛。你像他们的闺房，如果碰到他们的那个表妹、表姐来这里，那可能会来闺房看一看，那不可能一直在房间嘛，就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他们吃饭呢，也有可能会在这里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不可能跟他们全部在一起吃饭，有专门的人送到这里来。这是其中的一个闺房，这个窗户非常精美啊。李家的雕花非常有讲究，木雕和泥雕图案多为蝙蝠、鹿羊、喜鹊、龙凤等等，寓意是福禄齐全、平安吉祥。在李家大院呢，每一扇窗户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据说这里有1200多个花窗，而且每个都不一样，令人叹之啊。那这个你看，
一对的。那么这个是形容女子的嘛？看看里面，还能看到一些床啊，那个床都是有几十年的历史吧。他们家族财力确实雄厚啊，当时是整个这样一栋房子是作为闺房，非常庞大吧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大的天井，以前这里也是有个墙的，只说现在倒塌了。它算是把整个闺房围起来了，因为从这里有门就能够清晰的看得出来，这个门一关，谁都进不来那个闺房。那平时这里面呢，估计还有专门的丫鬟守在这里，因为女子的闺房是不让外人进来嘛。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这些窗户，这个窗户是防火的，这个墙壁也是防火的，一个叫防火窗，一个叫防火墙。这边是太大了，我在里面只逛了一点点。300多个房间肯定是逛不完的，你如果要住的话，1年都住不完。说到古代的女子，你可能会想到千金大小姐坐在窗边，手里拿着手帕在那里绣花的场景嘛。刺绣呢是古代女子的多具备的技能，富裕人家把刺绣当作休闲活动，而平常人家需要刺绣来养家糊口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女子的绣楼，李家的绣楼是李家女子专门做来女工的地方，她们在这里绣花或者织荷包，是家中姐妹们娱乐玩耍的地方。有时她们在这里娱乐，有时她们可能在这里即兴作诗，调侃趣事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奇怪，在古代女子不是受教育少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恰恰相反，像这些大家族，他们对女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。这个李家也是如此，从小呢可能会请专门的老师来培养这个女孩子，琴棋书画、女工是一部分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持家的能力，管理那个账目的能力。因为李家作为大家族，他讲究门当户对。李家的女子如果要嫁出去的话，对方的家族要不是跟他平等的，要不是比他更好的。那么在古代都知道，男主外女主内，那整个家族的生意账目，男的管一部分，那里面的话，家族里面还是要女子管嘛，就跟我们说皇宫一样，那后宫都是由皇后管理，分配也是由她，那整个家族后院也是由女子管理的。你如果李家这个女子嫁到对方去，什么都不会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他们在古代女子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。这一栋建筑是李家大院的宗祠，也就是祠堂嘛。在古代，祠堂是大家族里面重要的场所，这里还可以用于商议家庭内部重大事务，或者是家族里面有人行为不端被处罚教育，也会在这里进行。还有一点呢，宗祠啊是古代封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显著特征。在很多时候啊，这种祠堂女子是不能进去的，就是你最多进去能达到一个界限，在最深处你是进去不了的。在这个大门前呢，有石鼓、石狮，每个石鼓上面呢都有一对石狮子。石鼓在中国古代建筑中，除了装饰功能需要外，最重要的是它的地位和身份象征。在古代，本族人必须取得高官或者功名，才能在门前装设石鼓。石狮、石鼓都有辟邪祈福的作用，被李家人视为镇院之宝。曾经有人出400-500万元的高价买这个石鼓，他们都不同意。这个祠堂非常大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这个祠堂是有坡度的，有台阶的。这个就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形态。祠堂是一个严肃的场所，但是它这里也可以举行红白喜事。喜事的时候，就是族里面的年轻人成家可以进祠堂。我们在江西有些地方成家，他还会去拜祠堂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女子是进祠堂的。那像其他时候，女子可能只能走到这个地方最上面，她是不能过去的。这座500多年的大院建设的确实豪华，也可以说豪华程度超出你的想象。它是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建设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是明末以及清朝的房屋，实力这么雄厚的地主最后去哪里了？其实跟其他的都差不多，
主要是经过时代的发展、历史的变迁，他们家族后面慢慢衰落了。不过他们的后人还是在这个李家大院附近呢传承。